is calling for you. Ooh, the world is calling for you. Yeah. The world.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but what you need is something different. I don't like how this ends, but I'll pretend my tears are hidden. Who am I to tell you no, to beg you, baby, please don't go. You will keep chasing highs, and I'll be fine from a distance. The world is calling for you. 皆様、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天是自驾旅第3天。昨天晚上睡在暖炉旁边，差点没太好睡。但是今早为了赶路，7点半就起来吃早餐了。来看看早餐有什么：有秋刀鱼、豆腐、一些植物小波之类，还附了一小碗花孝蟹味噌汤，非常有趣的搭配了一个橙汁。さあ、いただきます。早晨就这么幸福，可以吗？他的小菜都非常下饭，鱼也烤得很香。快快吃完了早餐，由于我今天还要去别海，所以大概8点就出发，先前往今天第一站日本最东端那沙布甲。距离我住的民宿大概23公里，预计1个多小时可以跑完行程，所以快快出发。更是感觉也是一个小城镇，路上的房子也不太多，大概开没多久就进入了乡间小路，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跟海岸线，沿海应该也住着许多讨海为生的人家吧。沿路上风非常的大，总之就小心驾驶。哇，我到了那沙布甲，哇，超级远的，啊，好冷好冷。说来也非常有趣，如果你想收集日本4基点，那你必须一定要来北海道一趟，因为其中2个基点都在这里。之前我只收集过了最北之内的中古甲，这次才来到传说中的最东端那沙布甲。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冷得要命。去的时间大概2月底，虽然到冬这里没有什么积雪，但可能因高纬度跟靠海，真的冷到一个不行。第一站先来到了那沙布甲灯塔这里看看，眼前是一大片惊涛骇浪，远方似乎还微微浮现着北方四岛。以前听说是日本领土，但是现在却被俄罗斯给占领。这里跟之内的仪式独立感又不太一样，只能说一种说不上的感觉。总之，我现在非常的寒冷，可能再多待1秒脸都会冻僵那种。快快的看了一下，又躲回车上移动了一下，再来到传说中必须打卡的最东端极点处，自信满满的给白拍几张照，然后到哪都要跳一下。其实也没什么好证明的，就是来过而已啦。那沙布甲名称来自爱奴语 No Samo， 意思是海甲的旁边。北海道真的许多地名都来自爱奴语，难怪这么奇特。而这里也是每年最快看到日出的地方，因此在元旦也有那沙布甲出日役的活动，还有接驳巴士可以搭。据说这里与实际被俄罗斯控制的池武群岛隔海相望，距离仅仅只有7公里。而到今天，俄罗斯也常在附近的海上频繁巡逻。这边超级冷的，让我想起之内，哇，好冷哦！想到这里，空气不免浮现了一股紧张的气氛。但撇开那些不谈，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错。
哇，这里不知道到底又是什么地方。哇，北方馆望乡之家。哇，这边真的看一下。哇，再移动了一下，来到另外一边，旁边是北方馆望乡之家。里面听说也有许多跟北方四岛有关的历史资料。比较让我惊讶的是眼前这个巨大拱门雕刻。哇，这太厉害了！它上面有一团火哎。西马诺卡吉亚西象征着北方四岛连接的祈愿领土返还之门，由特殊耐性钢板制成，高达13公尺，长有35公尺。中间还有一盏燃烧的祈祷之火。据说火的燃料还是从昭和47年实现祖国回归的冲绳坡照间岛上大老远搬过来的。除此之外，这里附近也设置了许多标语、资料馆、灯塔等，真的是非常强烈感受到当地想要回四岛的决心啊！我这个外人来了，还是到处走马看花一下，有看没有懂，只能说希望世界和平。回到根室市区，时间来到9点多，眼看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就来这个神社走一走。日本最东端金刀比罗神社，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霸气，所以想说要来一探究竟。东岐间止水中，忽然想到每次去神社参拜，几乎都是跟老公一起，一开始的确都会先洗手一下。到的时候没什么人，非常的静谧。眼前还看到了一个车扶所，神社这里也可以替车子做法事，祈求交通安全。进入神门的时候得走旁边，这是老公告诉我的哈。再走进来看一下，上面主社还挂了2个金的大字，据说这个神社也已经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为了祈求海上安全、渔业等产业发展而建立。甚至收藏了从北方领土奉迁而来的11座神社的神像。每次去神社参拜，身上都会带着日币5元，因为日文的 Goen 跟日币 Goen 读音是一样，意思是跟神求个结缘的意思。虽然我每次不会真的都只投5元，简单参拜一下，祈求一下此行旅途平安。在主殿的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抽神签的地方。神签感觉真的是日本神社的特色。刚才去抽了一个这个开运咪库吉，200元。哦，哇，这里买好多玉手哦，哇，买哪一个嘞？哦，哇，买了一个旅行玉手。OK， 那我要继续上路了。哇，现在要离开根室了。哇，但是路过一个地方，这边可以看得到流冰。哇，哇，这里可以看得到一点点流冰哎。哇，虽然只有一小片。拜拜，内姆了。哇，我下次会再来的哇。离开根室，下一站预计前往别海。虽然地图上看起来只有约102公里，不过预计又是一条又臭又长的道路，周遭也是一样，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森林、沿海平原之类。时间来到早上10点，目标是中午12点前抵达。因为这一天其实预定了野付半岛的一个导览活动。不过还是要抓一点充裕时间，以安全行驶抵达目的地吧。大概开了1个多小时，70多公里路程，途中还是要来道路休息站休息一下。
先抵达别海米基诺駅お台都，一下车又看到了跟四岛返还有关的雕像。西马耶诺多萨克比，奶奶带着孙子们朝着四岛叫唤。在这旁边还树立了4根柱子，代表着北方四岛。这4根柱子距离四岛交换巷有16公尺，也意味着野付半岛距离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只有16公里。接下来就进到旁边的道路休息站看看。别海北方展望塔。已经来一点，现在上个厕所。北方四岛，我现在已经到这里附近了，接下来要去野付半岛。这边如果发生地震，真的要很小心哦！天哪，就是这个千岛海沟地震他这边有说，天哪，他们睡觉的时候这边要准备一些紧急的用品天哪！我买了一个这个别海牛奶，它的包装好特别哦。别海的牛奶听说也非常有名，我就直接买了一包鲜奶跟优格来试试。它的三角形包装非常的复古，但味道比较特别是，与其说浓郁，不如说是偏比较清爽奶味的鲜奶。坐在这边休息，望向窗外，就可以隐约看见野付半岛跟国后岛。比较好奇是，这个时间道路休息站却只有我一个游客。再上到2楼展望室看看，这里也有眺望地图导览。难得看到不用投币的望远镜，当然要来试一试。虽然我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大概是可以让想赏鸟的人追寻一下鸟类踪迹吧。离开休息站继续上路，途中也是经过附近的别海小镇。车子开到这里，我只觉得好远好远。每次离开稻央去到北海道边陲地带，总是会很惊讶，这么远的地方也有人住开了一下乡间小路，然后即将进入野付半岛。从地图上看到野付半岛，会发现它是一个细细狭长的细岛，据说是日本最大的沙质半岛，由沙洲和湿地地形绵延而成。所以来之前我真的超好奇岛上的路会长什么样子。不过实际来到这里，却发现这里也建设得非常完善，就跟一般沿海公路没什么两样。不过旁边就是海岸，确实是离海岸非常近的小路，沿海还是有许多讨海为生的人家。不晓得前方又有什么未知的景象等着我呢？OK， 我现在来到这个野付半岛的这个自然中心啦，然后我现在要去参加一个这个滨平线 walk， 这真的是好远哦。北海道遗产野付半岛，哇！我已经预约滨平线处啊，这个。我们现在在自然中心这边2楼，他已经预约那个滨平线 walk， 要在这边 check in。我在这边稍微先等一下，看这边有展示好多东西哦。好大的一个 center。私が入り込んできたりクジラしたらそのアザラシの顎がこんな感じね、これたまたまのつけのつけになってるけど、そういう意味で、そしてこの知床から3000年4000年前に爪とか石がずーっと流れ込んでできたこれ半島です。砂石そうですか。こっちの方から3000年4000年前からね、ここから観光船乗ったら見れます。そうです。ぜひ夏に、ね。それで
なんでここにいっぱいアザラシいるかって言ったら、はい、天敵わかる？天敵このアザラシたちの嫌なもの、例えば悪い人とか悪いものがいないからここ。はい、だからここで住みやすい。はい、で餌もいっぱいあるので。みたいにこの足をね、はい、親指キュッとこうしてこういうふうに感じでこの足の前の指ね、はい、歩くときキュッキュッキュッってそういうふうにして歩くと、そう。こうまあいっぺん上がりましょう氷の上にね。これに気をつけて、これ全部ねジャパニーズローズバラですこれね。ハマナスでローズ。ジャパニーズローズ。全部これも鹿食べます。だからもうこの全部これバラね。どういうの？海の中にこの草あります。はい。アマモって言います。アマモ？はい。日本です。ここにはもう 80% この海の中アマモです。はい。ちょっとここまでゆっくり降りてください。はい。其实此行我是第一次来到野富半岛，常常看杂志上推荐这个野富湾滨平线 walk， 所以这次就来参加看看。先在网站上预约，大约60分钟。很幸运的，我预约的时间刚好没有别人，由日本阿嬷级向导带我走。其实滨平线就是结冰的水平线的意思，等于是要走在结冰的海平面上。但是实际走在海面上，还是会有点刺激的感觉。日本阿嬷非常的亲切，也跟我讲解了许多岛上的生态。听到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动物，从鹿、狐狸到海豹、鸟禽等，有机会都看得到，是重要的生态大宝库，也被选为日本遗产。要走在结冰的野富湾上，必须要有向导陪同，无法私自踏入的。阿嬷级向导也会告诉你该走哪边。由于结冰海面每天天气温度都不太一样，有些比较薄的冰面真的有裂开掉到海底的风险，所以跟着向导来走是比较放心啦。只见海面上一望无际的景色，真的非常的酷。然后走一走，阿嬷会示意帮你拍照。滨平线 walk 有个特点，就是可以拍出许多在海面上的趣味照。因为这里特殊的地形跟海冰面可以形成有趣的错位，然后他们会带一些道具，你只需要照他们指示摆出一些 pose 就好。只见日本阿嬷拿出一个像鲤鱼的玩具，虽然我也不太懂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大概是想拍说我站在鲤鱼上有趣的画面。我跟阿嬷说，那不如拍看看好像我吃鱼的样子吧。但是阿嬷拍出来的却是我被鱼吃掉。再拍了几张，此时忽然出现 Pro 级工作人员，不愧是 Pro 级了。接下来拍出的照片真的很面白い，几张类似站在物品上的趣味玩耍照。大家如果是结伴而来，也可以拍出更多跟伙伴的趣味照。然后我又自己发想，拍了一些海平面照。然后继续走，阿嬷呢会滔滔不绝的跟你介绍野富半岛周边的一些地理景点等，然后还会叫你在 Google Map 上打卡一张你现在正在走在海上的照片，算是非常值得又难忘的体验。まっすぐ行った向こうに灯台あります。そこまで車で行ける。ドライブできる。景色、右景色と国後島がすごくちょっと近く見える。どういうの？それと鹿がいたり、鳥、野鳥がいたり。でも鳥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ね。飛んでるからね。流氷あります。流氷は左側の方にある。OK， 现在已经结束刚才他那个滨平线 mini walk 了。哇，是一个人还蛮有趣的日本阿嬷帮我盖着的，是还蛮有趣的。参加他们这个出瓦的呢，可以免费获得这一本 guidebook， 这个价值500元哦。里面介绍了很多野富半岛的很多东西。刚才又去买了一个咖啡牛奶，跟一个包子，先吃一下，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再去附近看溜冰。哇，这里真的是一大堆自然啊，很多季节可以赏一堆鸟的。哇，哦，这边有一个免费的望远镜可以使用。哇，不知道可不可以观测到一些生物哎。哇，这边在自然中心的旁边呢，就是这个塔。哦，这里就是一个海啸来了的话，一个避难塔。哇，刚才那个向导有说，哇，那边就是野夫半岛的灯塔。哇，但是那边车子已经不能开过去了，我只能在这边看着一下哦。哇塞，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哦，先说一下，这里没有禁止停车的标志哦。我就稍微停下来看，暂时看一下。哇，这旁边都是路哎，哇，野生的鹿。哦，看这边这个半岛，哇，超级多鹿的，哇，好大只哦。哇，这边鹿就在旁边，就在路边吃草。哇，那边路边也有一只，哇，大家都停在路边看一下这个鹿。啊，哇塞！我这已经第3天旅程，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动物哎！我想说哇，我这一路上都没看到什么动物哦。哇，看这个鹿，哇，他们那个上面那个鹿角超级大的，哇，他在看我，哇，超级大只，哇，这个如果撞过来，真是哇，这不堪设想哦。哇，超级大的！哇塞！哇塞，看这真的太酷了哇！看这一大群鹿，哇，这一大群鹿走在海上，哇塞！哇，天哪，哇，这太酷了哇！这些鹿，这个鹿他们在跨越海上了哇！这边的自然太惊讶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停在路边看这个奇观，哇！而且很多人都拿着大炮在这边拍，哇！哇，这边再来看一下，这边海岸线这边来看一下，哇，这边好多溜冰哦，哇，这个半岛上可以看的东西也太多了吧！在去完滨平线跟看完一大群野生鹿群后，本以为这座岛让我惊艳应该到这边，没想到真的发现海边一大片溜冰。真的非常幸运，因为在更市时没有看到多少溜冰。北海道的溜冰季节大概在2月底到3月初，不过有时候还是要碰个运气，因为每年各个地区溜冰的接案日都不太一样。这个时间刚好2月底，刚才阿嬷向导也告诉我，国后岛跟野夫半岛刚好飘来一大片溜冰。我还记得之前看到岸边的溜冰是在好几年前的知床。隔了几年看到海边的溜冰，还是非常的开心。半岛这里的海岸线非常容易下，而且几乎是你伸手就可以触碰到溜冰的距离。不过之前看到有游客误闯站在溜冰上拍照，然后险些被冲走的新闻，所以以防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在岸边拍几张照就好啦，切勿去踩在溜冰上咯。虽然眼前有些溜冰混了泥沙，有点脏脏的感觉。但是眼前这一大块方形溜冰，真的好像钻石一般。打，谁？车子在移动了一点点距离，来到一个免费停车场跟平台，这里有许多人也都下去看溜冰。
看看这一大片神秘的蓝和白交织的美景。虽然此行呢是一个人来到这里，但其实我的心情是非常想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所幸，一路上的奔波拍摄，看到此美景也值得了，让此时看影片的你也能体验一下我内心的感动。时间已经来到下午3点半，为避免开夜车，所以带着稍微不舍的心情，离开了野付半岛，前往今天即将宿泊的地点中标金町拿卡西北子。距离野付半岛车程大概才30多公里，预计开半小时多就可以到。眼前太阳也即将下山，夕阳非常刺眼，于是我都戴起了太阳眼镜。一样经过一些森林乡间小路，没过多久即驶入了中标金市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听老公说这里是道东附近一大据点城市，因为也有机场，热闹程度不输札幌郊区。来看看究竟是否像他所说的。一到市区的确看到非常多大型商店、超市等应有尽有。由于车子奔波几天，上面也积了不少脏污，幸运找到一个加油站，刚好机器洗车只要300日币，就赶快来洗一下车啦。我到了中标金这边了。我刚才去洗车，把我的车子整个洗一洗。那我现在要去中标金的那个饭店 check in 之前，想说先来他们这边的地缘的这边的超市逛一下，然后买晚上要喝的啤酒。第一次来到完全没来过的地方，中标金这边，地缘性的超市，福库哈拉完全没逛过，来逛一下。哇塞，这边的哈利波竟然只要106，哇，好便宜哦！可是家里人还没吃完呢，还是不要买。新商品，乌吃乌的盐盐 potato， 这个看起来好想吃哦，128而已，买一包好了，刚才直接去买到一个半盒的面包，在晚餐之前可以吃个点心，才150多块而已，虾子汉堡他们这个是什么东西？好妙哦！福冈草莓这边也有卖，300多块，草莓的果冻，虽然我只是来旅游的，但是就喜欢逛一下不同的超市，这边超远的。可是他们这个价格跟我那边的超市不会差太多。这个萝卜这么大一条，200日币。终于看到我们那边没有的东西。这个是冷冻花酵蟹，才300-400块而已。这个花酵蟹还蛮便宜的。今天的饭店已经有附晚餐了，但是无聊的就想要看一下，可不可以当晚上的一些下酒菜。现在是打10%，这个是我们那边的超市没看过的牛奶，这好像是别海，这个就是别海牛奶，扣50，248而已，要不要买一瓶去饭店喝？可是这么大瓶，我有点怕喝不完了。这个soda，这个烧也太便宜了吧，才100可以买一瓶。买了一些点心，还有晚上的下酒菜，还有我的啤酒，这样才1000日币而已。OK， 我到我今天要住的旅馆啦，中标金保养所温泉旅馆。初めてです。台湾？
あ、そうですね。前ね、はい。女性の方が4日間ぐらいここ泊まってたことあるんで、一人で来て。这边的旅馆老板非常神奇的，第一眼就认出我是台湾人，说是因为之前也有台湾人住在这，把这里当据点，去这里周边游玩。这里的确是到东游玩一个非常方便的据点啊。走进来看看这里，貌似也是一间有点历史的日归温泉，富有素泊的旅馆。最近我非常喜欢找这样的旅馆，通常住一晚还付2餐，都不会太贵。而且可以体验到当地很 local 的感觉，晚上还可以来泡个温泉跟岩盘浴。刚刚民宿主人还跟我说，早上可以去旁边看天鹅。再来看一下这次入住的房间，带大家来看一下。哦，这边一进来，哇，他们的厕所还蛮宽的，哇，比一般的那个商业旅馆还宽。进来看一下他们的房间，空气清净机吧。他们房间比想象中还要新耶。哦，电视也蛮大的。外面来看一下，哇，哦，刚才那边右边那边就是停车场，那个好像就是牛舍。哦，也有窗户。啊，这是我今天的房间啦。在房间休息了一下，然后去泡温泉。他们的露天温泉池还蛮大的，天上还有满天星斗，超级赞。泡完就直接来食堂吃晚餐了。老实说，因为这样的价格，我不期待有多高级的餐，但看到的却是期望值低、结果值破表的晚餐。虽然没有什么高级的食材，但看起来很可以啊。看过去都是我喜欢吃的，还附了一桶饭给我吃到饱。这个是比较像糖醋的蘑菇蒸鱼，还有生鱼片、酱汁鸡柳、一些小菜，一小碗素面，还有我前天吃到非常喜欢的冰下鱼汁。这里感觉是做成味噌汤的，里面还有加一些蔬菜。以这样的价格，真的看起来非常丰盛了。加いただきます，开动。由于今天一路奔波，连午餐都没有吃，我可以说是饿到不行。先添个饭。虽然我对日本鱼类不太懂，但这个应该是狮鱼，布利也是我很喜欢吃的鱼类。重点是这锅鱼汤真的可以吃超饱又超下饭的，整体来说是非常满足的一餐。又到了一人饭店房间装逼时刻。一人出来旅游要降低行李，所以几乎室内都穿同样的衣服。今天的动作是日本阿嬷给我的灵感，我们姑且称为企鹅放松啤酒舞。OK， 开瓶。感谢大家收看此次又臭又长的游记，我们下回继续喽，拜。